为历史证明六四不是错误，而是被镇压的希望。近年来，一些自诩深刻反思的言论重新流行开来，例如严志华等人提出六四不是民主运动，学生断送了改革，即便推翻共产党也只会走向另一个专制政权等。这些说法看似理性，标榜去神话，实际上却是对历史的简化，对现实的误读，更是对受害者的羞辱和对集权的合理化。我想明确表达我的反驳和立场。1989年确实是一场民主运动，不容否定。六四运动的民主本质是清晰的，无论是广场上高举的民主女神像，还是言论自由、新闻自由、反腐败、官员财产公开，这些明确诉求都说明这是一场以民主为核心价值的运动。有些人质疑学生组织混乱，结构松散，不像真正的民主运动。但我们必须反问，在一个高度专制的社会里，体制根本不允许你提前建立政治组织、注册政党，难道你还求群众按西方规范来反抗？正因如此，运动中的组织大多是现场自发或临时组建的，这不仅不是缺陷，反而正是民主精神在压制之下自发生长的体现。民主不是等组织建好才开始，而是从民在压制中主动结社、表达和协商的那一刻起就已发生。的确，运动中也混杂着一些毛派群众，但这种混入者现象在所有大规模社会运动中都普遍存在，不能因此抹杀主流方向，不能因为有杂草就否认整片麦田。二、受害者有罪论是对历史与良知的背叛。那些说学生激怒政府、财林希望流血、领导人太幼稚所以招致镇压的声音，本质上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。学生们面对的是坦克、枪支与武警，却被要求冷静、退让、成熟，而发动镇压的一方，却始终被包装为不得已。而事实上，学生始终坚持的是绝食、静坐、和平游行等非暴力方式，哪怕在生命垂危时也没有诉诸暴力。他们不但没有策动流血，反而试图以自我牺牲换来对话的可能。这种情况下却指责他们激怒政府、影响改革，就像指责被家暴的妻子说话声音太大，指责被奸的女性穿得太少。这是对历史的道德倒置。真正该被追问责任的是下令开枪的人，而不是喊话太响的人。三、学运不是葬送改革，而是回应改革瓶颈的民间推动。把改革失败归咎学生运动，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倒果为因。早在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职后，政治改革已陷入停滞。赵紫阳在党内孤立无援，保守势力全面回潮，腐败、官倒、失业、通胀四面袭来。学生运动不是阻挡改革的逆流，而是为改革重启而发出的警钟。他们希望看到的是透明的制度、公平的官员选拔、公开的媒体监督，而不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话语的垄断。真正让改革终结的，不是官场上的口号，而是开枪的决定。四、学运不是几人操纵的阴谋，而是社会病灶的集中爆发。有些人说，这场运动是被一小撮人操控、煽动的。即使真有策动，如果没有深层社会矛盾，没有普遍的制度性不满，没有被压抑的表达需求，又怎么可能策动出这样一场波及全国的巨大风暴？1989年的广场云集了学生、市民、工人、记者、公务员乃至军人子弟。他们不是被利用，他们是在用身体和声音回应一个已经走进死胡同的体制。这不是被操纵的闹剧，而是全社会压抑太久后的集体清醒。五、就算推翻中共仍有专制，也不等于今天的集权。有人说，即使六四成功了，以王丹等人上台，结果可能还是专制。但我要说，这种说法是权儒的借口，虚假的现实主义。是的，从专制走向民主，往往要经过数轮反复，
不可能一步到位，但他下一步政权不完美，甚至仍旧带有威权色彩，他也不可能像今天的中共这样将专制写进宪法，利用大数据和 AI 进行全域监控，把维稳制度化，国家机器社会化，言论控制技术化，建立一个举国一体的现代集权国家。如果六四成功了，中国至少可以走上类似韩国、台湾那样的转型路径，哪怕有曲折，也是朝着开放走，而不是今天这样一路退回毛氏幽灵的深渊。六四的失败不是避免了混乱，而是让中共看清了维稳机制的重要性，从此打造出一个更强硬、更冷酷、更彻底的专制系统。结语：我们不该否定的是1989年那些站出来说真话，喊出我们爱这个国家的青年。我们不该否定的是他们想用非暴力唤醒一个政权的良知与转向。我们不该否定的是中国曾经出现过一次希望，一次试图和平改变命运的历史瞬间。我们真正该否定的是子弹掩盖真理的逻辑，是犬儒压倒正义的叙事，是把希望定义为危险的政权心理。六四不是差点民主成功，而是差点终结集权，这已经足够让它成为值得纪念、值得捍卫，也值得继续未尽之路的历史节点。